没钱消费，百姓的钱被谁分走了？被谁分走了？我跟你说哈，10月大会上消费被重点提及嘛，不少人就很奇怪，这些年咱们明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对啊，老百姓为什么还是没钱花？那钱到底去哪里了？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年嘛，分配重点在企业、政府还有居民之间是怎么变化的就1978年居民收入占比是51.6%，就像国家当年可支配收入是100块，老百姓能分到51.6块，可是到1991年嘛，这个比例涨到了67.5%。为什么涨这么多呢？为什么？很简单嘛，改革开放后，私营企业大量的沦陷，都抢着要工人，城镇的职工工资嘛，自然就涨起来了。对的。同时，国家也放开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，那廉价一涨，农民就多赚钱了。所以在这10多年里，老百姓收入明显的增加，获得感非常的强。可惜好景不长，2000年以后咱们经济在企业端和政府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先说企业端嘛，2001年我们加入了 WTO， 确立了靠出口拉动经济的路径。企业靠的是国内廉价的劳动力，造的东西又好又便宜，又特别好买，外贸生意做得热火朝天。赚钱之后他们就一门心思的搞扩产，把钱都花在盖厂房、买设备上。再加上2005年前后，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，劳动力明显的供大于求。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，老板们就更不愿意去涨工资了。在这个阶段，企业积累财富的速度可比劳动者工资上涨快很多。可企业挣钱了，扩大生产，生意差了就把钱拽在手里，甚至想办法弄出去，这些钱就很难再回流到那个老百姓的手中，是不是？再看看政府这边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，要什么提振经济嘛，靠房子拉内需成了必然的选择。就1998年房改政策出台，连续50年的福利方法没有，商品房市场全面启动。1999年30年的按揭杠杆全面落地，2001年允许房企上市融资，还开放了期房预售。仅仅4年，你看中国商品房市场就完成了从无到有，再到成熟的跨越。这里面对经济生产的贡献力，连续多年超过了15%，年均拉动了 GDP 增长1.2个百分点。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明显就是提高了，这些成绩本质就是靠压低老百姓收入得来的。不光是过去涨的老本，连未来30年的收入都通过买房给上缴了。跟企业不一样政府拿到钱后是愿意找再分配。可是长期以来，政府花钱更倾向于铁公鸡，也就是铁路、公路、基础设施嘛所以在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方面就不够到位了。所以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城市很漂亮，交通很便利，可以说到教育、医疗就压力很大。再加上刚才说的住房凑成了新时代的3座大山。最近段永平高调加仓茅台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原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连3000块的茅台在大佬眼中并不算贵，可是在普通人来说，这得不吃不喝干个10天才买得起。市场端验证了大众的观点，多位经销商表示，今年中高端酒很难买，茅台零售价跌破1800元还是卖不动，而那些名气不大但是品质过硬的地域名酒却非常受欢迎。比如曾帮助茅台扩产并续茅台之后的第2家建县保密酒旗的那个碧春嘛因为连续3年销量同比猛增了200%，受到了中信证券的青睐。董事长亲自带队考察，并深度商讨保健上市的相关事宜。现在抖音上宣传跟茅台关系的酒很多，但跟毛子一样被列为保密荐酒的却只有碧春。为什么呢？核心的原因是碧春曾拿到国家
轻工业部在茅台的一项科研成果，16株能决定茅台口感的核心金种嘛，这个金种来自葡语，是当时国家为帮助茅台破产换外汇，由轻工业部组织的一批专家，历经3年上万次的实验，才从茅台酒曲中提取出来。碧川酒厂的前身嘛，郭家湾酒厂是当时被选定的实验车间，老练酒师全程参与了试验，后来才拿到了这个金种。1984年，碧川凭借和茅台相同的金种，但价格却十分的亲民，一经面世就引发了全购的热潮。当时贵州媒体曾用万人空巷前碧川为题做过那个头版的报道，还先后把贵州老字号称号、贵州名牌产品、贵州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大奖拿了个遍。只不过因为在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间，碧川没有机会像茅台一样通过捡红色的故事，把品牌那个营销升级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，错过了消费升级的大浪潮，才慢慢的被大众所淡忘。直到近几年，经济增速放缓，预期收入见低，走性价比线路的碧川，因为恰好切合了大众的需求，不仅连续3年销量猛增200%，去年又获邀跟茅台一样，共同参与制定中国建酒的新国标，正式成为了建酒国家队成员之一，也有机会被中石油选中，成为国内头一家和国字头单位合作，共同研究茅原金种，恢复上世纪老茅台口感的酒体。根据我自己的感觉说碧川跟茅台一模一样，太夸张了，但8、9分还是有的，可是价格才110块钱，还要啥事情测呢？先要从根本上提振消费，得在分配上花力，初次分配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，企业赚钱了别往自己的兜里赚，得涨工资交社保，保障员工休息休假权嘛，然后2次分配中，政府要加大民生保障，像幼儿补贴、学前教育、老人社区等食堂方面，更多的去砸钱，老百姓挣得多，负担轻，自然就消费了